我和家人出经历非常离谱，起因是我在大学里需要拍视频，但是舍友在宿舍其实是不太方便的。当时我在想，要不干脆拍一个和室友出的主题视频吧。于是我就把室友们都召集起来，非常郑重地说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，其实我喜欢男孩子。室友真的非常震惊，因为他们看不出来，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。视频投好之后，我会照例发到朋友圈，但奇怪的是那天下午朋友圈异常的安静，一个赞都没有。我正在纳闷呢，然后手机就突然炸了，先是收到了父亲发了很多条的60秒语音方阵，紧接着我妈也给我打了那个语音电话，但我一直没接，我就赶紧查一下我朋友圈，我才发现，我靠，我那朋友圈设置了仅父母亲戚可见，那一瞬间真的感觉天塌了。我原本计划是30岁之后再跟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，这次只是想先跟身边的室友处。为了方便直播和拍视频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戏剧性的方式让父母知晓。更糟的是，视频里我态度非常的正式，还谈论到了我的前男友和一些童年的经历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开玩笑来搪塞过去。当时的我虽然不再依赖父母的生活费，但每年2万的学费，扣除那个助学贷款之后，还需要家里补贴1万多，所以我算不上完全的经济独立。父亲在语音里说，母亲知道后已经吃不下饭了，甚至已经开始气急的说，早知道我这样，小时候就把我给直接掐。事情发生之后，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也立刻赶回了家，边是安慰我妈，一边也是叫我必须回去说清楚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了艰难的舌战群儒。父亲指责我是受了西方思想的毒害，母亲则开始马后炮，说他早就看穿了我初高中有点娘娘像，觉得我不对劲，说我高中难怪经常带男孩子回家过夜之类的，但是当时没有点破而已。但其实都是带着是直男同学回家，不过确实发生了点啥。父亲反而会显得更开朗一点，他会觉得我只是玩玩而已。所以为了帮助母亲理解我也会给我母亲找很多同志的纪录片。但那个时候妈妈还是接受不了，整天以泪洗面，吃不下饭。然后我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妥协说，之后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尝试多和女生去接触的。但同时我也向他们划定了我的底线，我不想结婚，不管我的性取向是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和女生结婚。后来他们才放我回南昌继续读大学。说实话，那段时间真的很害怕父母会扣下我的身份证，甚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。回学校后，我变得收敛了许多，因为父母时刻盯着我的社交账号。那个时候大2，自媒体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，我开始给我母亲转一些自己的收入，每周也坚持打电话安慰她。有趣的是，曾经在高中时僵持的母子关系反而因此缓和了。也许是因为作为母亲的她更了解了她的儿子，而我也发现了她有的时候也像是一个需要安抚的小孩，这让我也更能理解她的挣扎。随着大学期间的收入增加，2万的学费我自己也能承担了，也不再需要家里的资助。经济独立之后，父母对我的掌控力明显减弱了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要钱的时候需要低声下气的去求他们。父亲还是会时不时的给我转发 HIV 的危害和通讯录的矫正治疗的一些文章。后来我找了第2任男友，过年没回家，年夜饭的时候，我和男友打电话给妈妈拜年，他也接了。虽然没有点破，但他肯定看过我和男友的夫妇 vlog， 知道我们的关系。在介绍的时候，我只说他是我的合作伙伴。事后我妈会问我，你怎么会喜欢这一款？第2任我会在下一期视频更新，还会预言说你们迟早会分手的。等我们真的分手了，他还会落井下石的说，看嘛，男生和男生之间的感情就是长久不了，你还是快去结婚吧，像我和你爸一样。我心里真的忍不住吐槽，我说你们自己也不和睦啊，小的时候经常吵架，吵到差点离婚。我对这种婚姻其实毫无向往。之后我就选择去了部队服役，父母对此非常支持，因为他们觉得部队能够把我给掰直。但他们真的想多了，我在部队的第2年，我就找到了我的第3任男友。趁着父母来队探望的时候，周末我带上了我的男朋友，介绍说这个其实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正好在宁波，咱们就一块玩嘛。当时我们就去了游乐场，咱们一家5口其乐融融的。等我退役的那一天，我的第3任直接在营区门口接我，顺势我也把他带回家住了几天。我的弟弟察觉到不对劲了，他看我们天天腻在一起，就直接问你们是不是一对。我男友就很坦诚的就承认了，至此全家人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对象。但这一次家人的接受程度意外的非常高，男友叫我父母爸妈，他们也欣然接受，还很支持我们。后来我们分手了，父母非常的难过，他们说好不容易接受了你们，感情这么好也会分手吗？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你和男孩子的感情了，以后如果你敢再带男孩子回家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，你要么快点找个女的结婚，要么就滚出这个家。唉，所以这些年父母的态度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，跌宕起伏。基于我个人的经历，我并不轻易的建议所有人都出，因为这个真的需要看家庭的情况。像我这种被动出，纯属就是迫不得已。
出必要条件就是经济独立。当我自己能够挣钱了，父母就难以限制我了。如果我还没有独立的话，处境其实会非常难。另一个建议是，你最好拥有一段稳定的情感，最好持续几年，感情稳定之后再考虑向父母出。因为那个时候你也可能也需要父母的支持来稳固双方的关系，而父母最终也可能因为看到你们的幸福而选择妥协。对于还在犹豫是否要出柜的兄弟，我的建议是，第一个就是要强调不婚的立场，你要先和家人传达我不想结婚，我不适合结婚的想法，守住不结婚的底线。第二个就是保持物理距离，尽量远离家庭，独自一人在外边生活，建立自己的空间和独立性，反而会缓和你和父母的关系，他们也不可能天天催你。第三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多和家人沟通，在闲聊中传递，如果将来有孩子的话，你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快乐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慢慢的去引导他们理解孩子的选择。我是包包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说了我结不了。到了60岁之后，你到养老院里，你有钱，平常欺负你就等于没有娘家人一样的。没关系，你找到哪个弟弟结了婚，弟弟跟小孩来照顾你吧。谁要他照顾我？你老人假如说你生病了，那个护工会辅导你啊。以后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到时候想到你就可能。以后的那个条件越来越好了，我跟你说。好，好毛线。就是不想结婚。你是不想承受这个压力结了婚？比如说结了婚了，生小孩呀，养家了，交好多钱，因为你就不。我现在不一样是养家吗？你拿1000块钱一个月，你养得了家了你啊？后面会越来越多啊。你自己都不够哦。我自己怎么不够啊？1000块钱哦。1000块钱是我没赚到钱的时候啊。我是这样子说。没事。到时候你弟弟结了婚，你要靠弟弟的小孩来养你吧。我不需要谁来养我，我自己能养好我自己。那个时候等你们100年之后的事了，你们不用太操心。但是我想操，我操不了。你奶奶老了个，她那个衣服就不要洗干，就是我洗的干。到时候我老了，我还要帮你洗衣服、洗鞋子、洗被子。谁要你洗？我后面都有洗衣机，谁要你洗？洗衣机你不得洗吧？现在我不会让你洗什么的，丢进去转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说转一下了，转一下轰一下。所以说没事，我只能照顾好你们就行了，因为我未来的事情我自己会操心。我现在是不要你照顾，我就是生病了就要你照顾。对啊，到时候你生病了谁照顾你？哎呀，我生病了，我尽量不让自己生病呗。我这不天天锻炼。这么好？怎么没这么好？这都不能吹牛逼，老的不得生病。找个对象不是为了生病什么的呀，你这个太那什么了。就是找个对象，难道不是因为互相喜欢才行吗？你就是为了找个对象。到时候我老了生病了，就是你爸爸照顾我。你老了你生病谁照顾你？你不要想着过好，还忙过到你那个你给我苦的，你可以，你不要到时候弟弟。你赶紧弟弟来照顾你吧，弟弟的小孩吧。想多了，为什么？反正你就是一种粗俗，晓得吧？你心里就是想着你粗干。对呀，我自私点怎么了？我觉得我只要把咱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就行了呀，还有那么多事吗？你看别人都说了，一旦要开始做主角，那你就要天生注定孤独。做主角意味着要拉黑父母。虽然父母给了我们生命，我们要很感激他，这个意思不是说内容而是要认知上与他们隔绝。我说按照你的那个规划的路线，我就一辈子是赚不到大钱的。如果你的父母很成功，我相信你也不会过得很差。但是问题99%的人父母并没有过得很好。他说他父母来北京的时候，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。但如果他不是狠心的告别了父母，他就不会站在这个讲台上。所以你们说说就行了，但是我做什么我就自己的想法，知道吧？你根本就意识不到20年后的现在我们家里有电脑，所以说我现在这个思想已经跟你们之前那思想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。因为你不知道未来20年之后这个社会发展成什么样，那个社会就已经就是可以说保障我们这个养老的一个事了，你完全就不用操心。我现在能把你们照顾好，把你们的养老问题搞好就行了，你也不用去操心那么多事。我赚多了钱我就多给点钱呗，少赚点钱我就少给点钱呗。你马上反正我那个够用不？但是你就帮我存着呗哈。买个戒指的。到时候给你买。